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視頻。一直以來，很多西方人對中國的認知都牢牢禁錮在本地媒體的片面報道裡，刻板印象、負面偏見、虛假解讀層層疊加，讓他們對真實的中國充滿誤解。而今天我們要聊的這期油管視頻特別真實，特別有說服力，標題直接一針見血，西方媒體在有關中國的問題上一直在欺騙我們。在他視頻的標題後用了一個表情包，強調來了中國，發現被自己國家媒體欺騙後極度氣憤。這期視頻的主角是兩位目前都住在越南的德國油管博主，風格特別真實接地氣。左邊穿淺色衣服的小哥，可惜不知道他的名字，是第一次來中國。前段時間專門從香港乘坐高鐵，耗時7小時直達重慶，親身情境式體驗了中國的真實生活。而右邊穿深色衣服的博主從未踏足中國，全程帶着西方媒體灌輸的固有偏見，不斷拋出疑問、刻板印象，由親歷中國的小哥一一解答，逐一闢謠。整場對話看下來，最大的感觸就是西方媒體多年編織的中國假象被一次普通的重慶旅行徹底擊碎。這位德國小哥直言，自己親眼所見、親身所感的中國和德國媒體日復一日宣傳的畫面完全是兩個世界。今天咱們就完整盤點他被西方媒體欺騙的所有偏見，看看真實的中國到底打破了多少西方的刻板謠言。首先，第一個被徹底推翻的核心偏見，也是小哥最震撼的感受：西方媒體謊稱中國環境髒亂、空氣污染嚴重，常年霧霾籠罩。而真實的中國，空氣香甜，環境乾淨，風景絕美。小哥坦言，在來到中國之前，他在德國電視媒體報道裡看到的中國，永遠是灰蒙蒙的畫面。媒體不斷渲染中國工業污染嚴重，城市髒亂差，空氣渾濁，讓人下意識覺得中國到處都是灰塵、霧霾，連呼吸都會覺得壓抑。這是所有德國人對中國最根深蒂固的固有印象。他也不例外，但是當他真正踏上中國土地，從中國香港坐高鐵一路前往重慶，沿途的風景直接顛覆了他的認知。他說，這一路的自然風光乾淨翠綠，山水相依，質感完全不輸奧地利、瑞士的絕美風光。Von Hongkong nach Chongqing, das war wirklich so gefühlt, wie du fährst halt durch Österreich oder Schweiz mit dem Zug. Einfach mega interessant. 他還拍了一段從高鐵車窗看到的桂林陽朔風景，難怪他說再過瑞士呢。他接着說，沿途群山連綿，植被茂密，山水、村落、城市錯落分布，視野開闊治癒。最讓他驚喜的是空氣格外清新香甜，完全沒有所謂的霧霾和異味。在重慶停留的日子裡，他甚至每天晚上都開窗睡覺，不用開空調，晚風清新舒服，隨時隨地都能呼吸到乾淨香甜的空氣。Was mich sehr überrascht hat, war generell die Landschaft, einfach die Luft, sehr saubere Luft. Für mich war wirklich die Luft, mega gute Luft. 不只是自然風光，城市環境也徹底打臉外媒。他走遍重慶街頭，幾乎看不到垃圾，看不到髒亂的角落，看不到流浪漢，街道整潔有序。整體環境乾淨規整，沒有外媒渲染的破敗髒亂，反而處處透着清爽精緻。這是他完全沒有預想到的畫面，也是他第一個明確感受到的自己被西方媒體騙了。緊接着，第二個顛覆性的認知反差，西方媒體塑造中國人冷漠疏離、排外不友好、待人生硬的假象。真實的中國人熱情淳樸、善良好客、真誠包容。在德國媒體的片面報道裡，中國人是封閉、冷漠、有距離感的群體。外媒不斷灌輸中國人活在自己的圈層裡，對外國人疏離戒備，不願交流，待人敷衍生硬，很難相處。這也是右邊未到訪中國的博主根深蒂固的想法，因為他全程帶着質疑提問。但親歷重慶的小哥給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他說，自己作為一名外籍遊客，在重慶感受到了極致的善意和熱情。當地的普通人，不管是餐廳服務員、路邊路人，除
出租車司機還是街邊的普通市民，都格外友好溫暖。他分享了很多日常細節，他只是對着路人微笑，用你好簡單打招呼。原本表情嚴肅的當地人會立刻開懷大笑，熱情回應，瞬間打破陌生的隔閡。在餐廳吃飯時，服務員對他格外貼心細緻，主動幫忙更換餐盤，免費提供茶水，全程耐心周到，沒有一絲敷衍。不少當地人會主動用翻譯軟件，甚至自學的簡單英語和他聊天，好奇地和他交流，毫無排外和疏離。最讓他感動的是，全程沒有任何人因為他是外國人而區別對待、刻意刁難，更沒有網傳的冷漠無視，反而因為少見的外籍遊客，大家都格外熱情友善，真誠地歡迎他、對待他。小哥直言，這種撲面而來的溫暖和善意，徹底推翻了西方媒體多年的謊言。中國人的溫順淳樸是外媒從來不會報道的真相。第三個被狠狠打臉的偏見，關於出行與基建。西方媒體刻意抹黑中國基建落後、出行體驗差，而真實的中國高鐵便捷舒適、交通發達、基建完善，遠超西方想象。在西方媒體的報道中，中國的公共交通落後、設施老舊、長途出行體驗極差，甚至刻意渲染中國交通混亂、基建不完善。但小哥這次7小時的香港到重慶高鐵之旅，直接打破了所有謠言。他詳細分享了自己的高鐵體驗。中國高鐵分2等座、1等座、商務座3個檔位，性價比極高。自己乘坐的1等座票價僅150歐元，7小時的長途行程，座位寬敞，空間充足，配備超大車窗，免費零食和飲品，服務貼心，全程舒適放鬆，完全沒有疲憊感。即使是普通2等座，也能滿足普通人的舒適出行需求。反觀商務座也僅320歐元左右，性價比碾壓歐洲同類交通。不止高鐵，重慶的城市交通也讓他驚嘆。當地的網約車平台滴滴打車，價格極其親民，20-30分鐘的車程，費用僅3到4歐元，人人都能輕鬆消費。而且車型選擇豐富，普通代步車、高端專車應有盡有，打車便捷，隨叫隨到，出行效率極高。同時他發現，重慶的城市道路規劃規整，高架橋梁縱橫交錯，交通秩序井然，路上大部分車輛都是新能源汽車、電動車、新能源摩托車居多，而燃油車噪音尾氣極少，城市出行低碳安靜，全程沒有外媒口中的交通混亂、設施老舊，反而現代化、便捷化、規範化，基建實力肉眼可見。第4個重大認知反差，關於消費與物價。西方媒體鼓吹中國旅遊生活成本高昂，消費不透明。真實的中國物價親民，性價比超高，旅居成本極低。他在重慶日常吃喝、出行、住宿，日均消費僅20到25歐元，就能擁有非常舒適的生活體驗。最讓他震驚的是住宿。他入住的高端精品酒店，配備智能馬桶、自動沖水、超大房間、投影設備，設施豪華，環境優質，而每晚價格僅35歐元。這樣的配置和價格，在德國、歐洲完全不敢想象。哪怕是希爾頓等連鎖高端酒店，在重慶的定價也十分親民。Hotel war sehr, sehr günstig. Das hat mich pro Nacht 35 Euro gekostet und war ein Top-Hotel. Ja. Also wirklich Luxus vom Feinsten. Für 35 Euro? 35 Euro. Mega geil. Klobrille war beheizt, hat automatisch gespült. Zimmer war ja riesig mit Beamer. Wirklich. Also generell, wenn ihr guckt jetzt zum Beispiel in China, ich weiß jetzt nicht, wie es in Shenzhen oder irgendwo anders ist, aber ich denke mal ungefähr genauso. Ihr werdet wirklich erstaunt sein, wie günstig das ist. Also selbst jetzt so ein Hilton-Hotel ist jetzt nicht krass teurer, ja. 日常餐飲、茶飲、短途出行的消費更是低廉，性價比拉滿，全程消費透明規範，沒有任何宰客、漫天要價、區別對待外國人的情況。不管是餐廳消費、打車出行，還是街邊購物，價格公道透明，童叟無欺，徹底打破了外媒中國消費高、外國人易被坑的虛假謠言。
第5個被辟謠的核心偏見，關於支付與生活便利。西方媒體謊稱中國徹底淘汰現金，只能掃碼支付，生活處處受限。真實的中國，支付方式靈活多元，適配所有人群。相信很多關注外媒報道的朋友都知道，西方媒体長期宣傳一個謠言：中國已經全面數字化，現金徹底失效，出門只能依靠手機掃碼支付。外國人沒有本地 APP， 沒有本地手機號，根本無法正常生活、消費出行。這位德國小哥在重慶特意驗證了這一點，結果再次打臉外媒。他明確表示，重慶隨處可以使用現金支付，完全沒有受限。不管是街邊小店、餐廳、商超，還是交通出行、日常消費，現金完全通用，沒有商家拒收現金。偶爾有小店需要臨時找零，但全程態度友好，流程順暢，不會出現任何刁難和拒絕。同時，中國的移動支付也極其便捷，微信、支付寶覆蓋全場景，滴滴、攜程等本地 APP 能完美解決出行、住宿、訂票等所有需求。只是对於外籍遊客而言，部分海外軟件平台無法使用，需要適配本土 APP， 但完全不影響正常生活。外媒刻意放大現金失效、生活受限的問題，純粹是片面抹黑、虛假宣傳。第6個顛覆認知的偏見，關於安全與秩序。西方媒體抹黑中國管控嚴苛、治安混亂、隨處亂象。真實的中國城市整潔有序、治安極佳、安全感拉滿。在西方媒體的濾鏡裡，中國城市管控嚴格，處處受限，街頭混亂，流浪人員多，衛生髒亂，甚至刻意渲染不安全、不自由。但小哥在重慶旅居多日，親眼所見的是一個規整、有序、安全的現代化城市。他坦言，重慶街頭極其乾淨整潔，幾乎看不到垃圾雜物，也沒有隨處可見的流浪人員、閒散人員，城市監控全覆蓋，整體秩序井然，市民生活安穩，沒有人違背公共秩序，肆意擾亂環境。哪怕是街頭路口，偶爾有人闖紅燈，也是極少數情況。絕大多數人都遵守交通規則。全程旅居期間，他沒有遇到任何盜竊、糾紛、騷擾等安全問題。街頭氛圍安穩平和，不管是白天還是傍晚出行，都格外安心。這種極致的安全感、規整的城市秩序，和西方媒體抹黑的混亂、壓抑、髒亂沒有半點相符。第7個細節反差，關於入境與旅居體驗。西方媒體謊稱中國入境流程繁瑣、盤問嚴苛、限制自由。真實的中國入境便捷高效、包容開放，遊客體驗極佳。很多西方人被媒體誤導，認為前往中國旅遊，入境手續複雜、審核嚴格，入境後會被頻繁盤問，出行、旅居處處受限，自由被嚴格管控。右邊的博主也坦言，自己一直以為中國入境流程繁瑣、管控嚴苛，但小哥的真實體驗完全不同。他表示，目前德國護照入境中國可享受30天免簽政策，入境流程極其簡單，只需簡單蓋章登記即可完成入境。僅在香港轉乘高鐵時，需要掃碼簡單登記，停留時長、個人基礎信息，全程便捷高效，沒有繁瑣盤問，沒有嚴苛審核。旅居期間，他可以自由出行、自由遊玩、騎行、步行、探店、觀光，完全不受限制，沒有任何人刻意管控、盤問，整體氛圍開放包容，完全打破了外媒管控嚴苛、限制自由的刻板謠言。當然了，小哥也客觀分享了自己的真實體驗，沒有一味吹捧，做到了客觀真實。他坦言，對於初次到訪、不懂中文的外國遊客來說，重慶的出行和生活確實有一定門檻。本地地圖軟件、生活軟件多為海外常用的谷歌地圖、TikTok、油管等平台無法正常使用。語言不通，軟件適配問題會給自由出行、探店打卡帶來一定困擾。同時，重慶本地餐飲以中式特色美食為主，西式餐飲、西式快餐較少，飲食習慣的差異也是外國遊客需要適應的點。
但這些只是文化地域差異帶來的正常是非問題，絕對不是西方媒體抹黑的落後、封閉、不友好。小哥反覆強調，這些小小的不便完全掩蓋不了中國的美好、整潔、快捷和溫暖。整場對話最讓人感慨的一句話，就是這位德國小哥的真情獨白。他說：“我活了這麼多年，一直看着德國媒體的報道，對中國充滿了偏見和誤解。直到我親自來到這裡，才發現我們所有人都被西方媒體騙了。西方媒體常年帶着主觀偏見，選擇性報道中國的碎片化負面，刻意隱瞞中國的發展、美好和溫暖，給幾代西方人編織了一個虛假的中國假象。他們只字不提中國的青山綠水、整潔環境、熱情民眾、完善基建、親民物價、安穩秩序。西方媒體只會放大差異，製造對立，傳播謠言。而真正的中國從來不是外媒口中落後、髒亂、冷漠、壓抑的樣子。它有絕美的山水風光、清新的自然環境，有淳樸善良、熱情好客的普通中國人，有便捷完善、領先世界的基建，有親民透明、超高性價比的消費，有安穩有序、包容開放的城市氛圍。就像這位德國小哥所說，中西方之間從來沒有那麼多對立和隔閡。中國人同樣喜歡德國汽車，認可德國工藝，中西方普通人的善意、熱愛、真誠都是相通的。所有的誤解、偏見、對立，大多都是媒體刻意渲染、刻意制造的結果。看完這期視頻，真的特別感慨，了解一個國家最好的方式，從來不是看別人怎麼說，而是親自去看、去感受、去體驗。謠言止於親歷，偏見止於真實。西方媒體的片面敘事，終究抵不過真實的人間煙火，抵不過中國實實在在的發展和美好。好的，朋友們，到這裡我們完整拆解完了德國博主被西方媒体誤導的所有偏見和真實反差。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翻譯解讀這期視頻的海外網友評論，看看國外網友們看到這場真實對話後，有沒有打破固有偏見，又有哪些真實扎心的發言。這位德國小哥只去了重慶短短幾天，有些觀點當然是錯誤的，比如他說中國是個大國，所以沒有英語課，還有重慶沒有西式餐飲、肯德基之類的，或者他猜測可能有些不好的地方被隱藏起來，不讓遊客看到，因為他看到的都是相當乾淨、相當現代化的東西。好的，我们來看看一些網友評論，比較多元，還是蠻有意思的。最上面那條評論是我的，主要是補充那位德國小哥坐高鐵沒有提到的細節，比如從香港到重慶大約1345公里，耗時7個小時。我說大概相當於從德國法蘭克福到西班牙巴塞羅那的距離，因為這樣可以讓德國人對這個距離有個概念，否則他們會認為就像在德國國內坐一趟火車那樣。另外我還提到，其實中國的高鐵線路還有更快的，比如京滬高鐵，時速350公里，1318公里的距離只要4個多小時。好的，我們看第一條評論。我已經在中國連續生活了14年了，但有些偏見實在很荒唐。舉個例子，我持有中國駕照，多年來一直有私家車，我可以開車去任何想去的地方，軍事設施當然除外。中國這個國家絕不適合毫無準備就貿然前來旅行。好的，繼續往下。我是奧地利人，在東南亞生活了2年半，不過從2010年開始，新冠幾年除外，我每年至少去中國2次。2011年起，我也開始學習中文。針對視頻裡提到的一些觀點，我可以補充更多信息。接下來這個奧地利人他的評論非常的長，我就不一一翻譯了。他對中國比較了解，他的評論相當於給那些對中國根本不了解的人掃盲。比如他說微信的功能極其強大，還有中國網購簡直太發達了，以至於很多中國人都不想出門了，所以才顯得街上的人不多，等等等等。好的，咱們再往下。很棒的採訪。下周我將第3次前往中國，我很喜歡那裡。下則，
想要真正了解一個國家和當地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敞開心扉，與他們共事。我很幸運，曾3次在中國長期工作，那段經歷十分愉快。我很喜歡中國人。繼續往下，有一件事總被人忽略，在中國沒有給小費的習慣，千萬不要主動給小費，對方很可能會非常不悅。如果你習慣在酒店房間留下小費感謝服務，請不要這麼做。送上一點歐洲糖果之類小禮物，會是表達謝意更好的方式。至於隨地吐痰，我的體驗不一樣。上一次城市之旅，我去了上海、武漢、成都、重慶，我特意留意觀察，幾乎很少看見有人吐痰，還有到處隨時隨地有人抽煙，這一點我也沒有明顯感覺到。我家公交站抽煙的人比這多得多。我只想建議所有感興趣的人親自飛過去看一看，西方那些負面宣傳不攻自破。好的，朋友們，在這裡啊，我也想補充一點。其實說到隨時隨地有人抽煙這一點啊，在德國，特別是城市非常普遍。比如說在一些公交站呀、地鐵站，如果沒有標出不能抽煙的地方，那就是隨便可以抽。所以在德國公共空間，在城市裡，煙頭真的特別多。還有口香糖，他們吃了就吐到地上。所以比如說在科隆，你看見啊，在市區裡地板上很多就是一個一個的白色的斑點，有點像人體的瘡疤一樣，那些呢就是口香糖留下來的。好的，咱們繼續往下。感謝這個視頻，讓人看到一種對我們而言完全陌生的文化，報道平和客觀，令我印象深刻，心生向往，深深着迷。這場精彩訪談確實勾起了人民對中國的好奇心。再往下。在中國，我一點都不懷念西餐，遍地燒烤簡直絕了。回德國之後，在外就餐就成了難題，兩人隨便吃一頓就要60歐元，品質還很差。而在中國，20歐元就能擺滿一桌子美味佳肴，夠5個人吃。當地超市商品種類大約是我們德國這邊的2倍。下一則，充斥着大量刻板印象與某種傲慢態度，可惜還有不少不實信息，比如稱重慶幾乎沒有西式餐廳，找不到地方的話，不妨多問問當地人。另外，給計劃出行的人一個建議：睜大眼睛，調整固有的西方視角，你能發現遠比想象更多的東西。下一則，80歲左右中國老人和30上下年輕人觀念反差巨大。老一輩人很有意思，能講述很多故事，讓人驚嘆。我在上海雜技場館外遇到一件奇事，一位85歲的老先生走向我，拿出年輕時的照片。當年他作為體操運動員到訪美國、巴黎、柏林、開羅、東京、澳大利亞、瑞士。他告訴我，除養老金之外，他可以售賣演出門票，收入歸自己，以此補貼退休金。我買了一張票，他帶我走進場館，我拿到正中第一排最好包廂座位。這就是極致的中國式熱情好客。下一則，我走遍中國南北，真正的中國不只存在於超大城市之中，但我依然喜歡你的視頻。獨自在中國旅行本身就是一種特殊體驗。繼續往下，韓國人也喜歡大聲喧嘩。我在韓國生活12年，韓國人同樣嗓門大，女人也會隨地吐痰，完全截然不同的文化。再往下，非常精彩的訪談。2012年我去過中國，城市規模令人震撼，作為遊客體驗很好。但普通人生活壓力不小，每年5天假期，日常處處受到監控，但社會治安極佳，民眾守秩序，當地人時時對西方充滿好奇，很想和我們合影。再往下，如果拿中餐和我們的飲食對比，說實話，我們德國廚藝真不行。說正經的，隨處能找到10至15歐元價位酒店，但並非所有酒店都允許外國人入住。出行前務必確認。下一則，視頻內容有意思，但只走訪2座城市，一趟7小時火車行程
不足以說了解中國，客觀評判中國，僅代表個人觀點。再往下，德國城市十分髒亂，人們說話大聲，公共交通上尤為明顯，火車還經常晚點。歐盟和美國媒體就是謊言機器，他們刻意編造抹黑中國與中國人的謠言，這群人十分邪惡。朋友們，說實話，我也特別同意這個人的評論。好的，我們再往下看。媒體持續不斷報道有關中國的負面新聞，久而久之，很多人信以為真，這就是所謂洗腦。好，我們看最後一條評論。覺得中餐難以適應，並不是遊客普遍感受。所有去過中國或者網上能看到的人，幾乎全都喜愛中餐，大概只有不到1%的人不喜歡中餐。包子、煎餅、湯麵，絕大多數遊客離開後會念念不忘這些美食。視頻給人的觀感仿佛中餐不適合歐洲人，這並不公平。絕大多數歐洲人完全不存在這種困擾，恰恰相反。還有一點我覺得很奇怪，你說感覺當地人只展示允許外人看的一面，不好的事物似乎被刻意隱藏，但你實實在在穿行整座城市，廣場、公園裡隨處可見唱歌跳舞的普通人，他們都不是花錢雇來的演員啊。中國人思維模式和德國截然不同，所以你會覺得處處違和。法蘭克福警方直接把流浪漢清出市中心，沒有人關心貧困人群，只是不想他們破壞市容，要求流浪漢待在遠離金融區的城郊。反觀中國，300萬黨員幹部下鄉走訪，排查貧困居民，負責推動改善民生。20年前還住在破舊小屋的民眾，政府免費分配配備高速網絡的現代化新居，這才是中國如今面貌背後的原因，並不是刻意只展示想讓人看見的景象。好的，朋友們，這位德國小哥的頻道訂閱量目前還不多，但他能相對客觀講述他在中國的經歷，觀眾反應也很熱烈，所以今天與大家分享。他其實是非常典型的一直被洗腦，來了一趟中國後直呼被騙的德國人的反應。所以說，西方的新聞自由還有什麼上網自由，到底是什麼東西呢？還有一點特別有意思，這個德國小哥幾次都提到中國的空氣有多清新、多香甜，這個也狠狠打臉西方媒體抹黑中國。還有呢，也讓我想起了那位中國女留學生數年前在美國馬里蘭大學畢業典禮時，一個勁誇美國的空氣有多香甜。唯一區別是，當時那位中國女留學生是極度貶低中國昆明的空氣有多糟糕。她說她在昆明的時候要戴5層口罩，而這個德國小哥呢，並沒有貶低他們德國的空氣，他只是一次又一次誇讚重慶的香甜空氣。好的，本期節目就到這裡，感謝你們，我們下期見。